来，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官方新推出的老灯系列的这一款震天尊，或者你可以称它为堕落金刚。整体的造型来说非常的不错呀，而且是自带特效键的，安上去这4个火焰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带感。造型上这边的臂炮，这边的炮管子，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没错，堕落金刚有一个超级小迷弟，名字叫做威震天。所以我记得在哪本翻译的漫画里边，威震天起名的时候其实是根据震天尊的名字改过来的，所以呢，应该也是有这么一点点的渊源吧。我们来把特效键摘掉，软胶的材质、通透感、质感什么的做的都还不错了。头雕的刻画非常细腻，口罩上面的刻线里边还有涂装。最关键的，在如今 COSO 的成本控制之下，这款震天尊竟然在身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头胶空洞，这个是十分良心的。唯一呢，可能觉得不爽的就是脚底下的这个大方框子，中间是空的。整个的就是一个环儿，但是还好吧，隐藏在脚踝这个里边，看的不是很明显。可动性方面，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来回旋转，肩膀360度。平举的话，这一头需要打开一点点肩部的装饰零件，才可以把它举到90度。而且在肩膀的这个位置里边，因为变形需要，它里边是一个活动的轴，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蝴蝶关节来使用，往下拖。但这个地方看起来也是有点纤细啊。二头肌左右旋转没有问题，胳膊肘一段关节曲臂大于了90度。让人惊讶的是，哇，小臂的内侧竟然没有透胶！你看，你敢信这是现在官方的玩具吗 ？Oh my god！ 手腕左右可以旋转，而且是可动的，4指可以打开，哇，可动手！腰部左右旋转360度没有问题，但是它没有弯腰关节。前踢可以踢得挺高的，腿内侧这里偷胶也不是很明显，这个地方因为涉及到一个变形结构，所以里边的零件填的还是很满的。后踢也能踢到90度平，侧抬90度没问题。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而且膝盖因为变形需要，这里也能旋转。大脚丫子左右整脚的接地，虽然是一个方框了。背包的厚度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啊，因为是2条履带变形出来的，还挺丰满的，所以这款的人形真的非常不错啊！再加上面板上边丰富的刻线，还有这种小的细节涂装点缀，哎，真的挺好看的。但是有一点让我觉得，这个臂炮啊，它是安插在这胳膊上边，会露着螺丝孔。你为啥不用这一面呢？这一面没窟窿呀。所以想要好看呢，你可以把炮安在这条手臂上，拍完照以后再来一个左右镜像，哎，就不会露螺丝孔了，棒极了。另外还有一把长柄的武器是组合在一起的，拆开以后有一把单手的大刀，这个算是一个杖还是叉子什么的。这边是软胶的头，很柔软的材质，其实也是可以卸下来的。所以这款震天尊光人形方面的表现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它的诚意做得非常足，人形很漂亮，这些偷胶空洞的地方也全部给你遮盖了起来，并且它的变形结构是完全重新设计的，并没有像一开始猜测的用坦克威的模具来进行改模，哎，这个就很良心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变形结构如何。首先第一步，把身上挂在的这些武器都给它摘掉，小臂的收纳有了一些第三方的影子啊。打开这块盖板，拳头叠放进去，哎，装起来，在任何的一个面都遮盖的满满当当，不会出现曾经的那个手臂大空洞，这一点是好的现象啊。老灯儿系列的进步表现。好，然后我们把肩头的这2块关节给它脱开，打松掉。整个前方的胸甲顺着这里边抠松，脑袋连同的这块板子整个翘起来，虽然板件还是挺看起来薄的。再把中间夹层的这一条翻下来，然后根部这里有连接的多段关节，我们把它拉下来。拉下来之后，脑袋再往下拉，它里边是一个 S 型的拐弯。我们把这一块整个的解放开，为的目的是腾出来这半截履带，从身体的内侧，双关节180度把它立到后面去。哎，这一节履带我们就偏好了。接着打开后方的卡扣，
左右打开，这上方的一个装甲盖子双关节提起来，旋转180度，再扣合贴上去。哎，这个履带的变形很有意思啊！背包处理完成后，就可以把脑袋整个的放下来，胸板的这一块左右立下，然后旋转个180度，再翻下来。搁到这里之后，两个履带向上旋转，从这个地方结合，左右的扣子夹住，固定一下。那好，坦克的前半个我们就变形完成了。腾出来空间来看下半盘的变形，腰部给它旋转个180度，两块侧裙甲直接向上翻，穿过这个凹洞，其实也就是折到这个斜着的角度了，它翻不平。如果你使大力呢，这里边的凸点扣子会直接脱下来啊，这里边并没有穿轴。然后就是这款模具，为什么我这一条腿没有扣合到位呢？它是需要 Z 字折叠跟这样提上去的。但是呢，我在发这条动态的时候啊，有一名玩家说这个地方有问题，里边的这块料子太脆了，太薄了。这个地方据说是通病，很多人把这里已经掰断了，而且我试着变了一下，这个地方根部已经出现了白痕，快开裂的状态。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扣子在结合的时候啊，太紧了。看，很紧的一个扣子插在了腿的侧面这里的连接，但是这里边黑色的零件呢又太薄，这个料子支撑不住这样的拉力，所以呢，给大家放个图看一下吧。我手上这个已经很小心的去揉着劲儿掰它了，但是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白痕。不过也请各位官方玩家放心，本人已经以个人的名义义正言辞地斥责了这种诋毁我们官方材质的行为。大官方的材料怎么可能有问题呢？先生，莫要如此，绝对是你们这些玩家手残搞坏掉的。好，这个关节脱开挺危险的啊，反正就要少玩，尽量别变形，或者说等着后来什么第三方或者闲鱼上面出一些这个的替换零件吧。双关节把这块变过来以后，这里有个钩子，把它前后这里结合一下，其实就是挂一下，并不起到一个锁定支撑的作用。这块锁的不是特老好的，也是这个料子太软了，它锁上去以后支撑性并不是太明显。脑袋这里其实前边露着个俩，我们可以适当的转一圈，把它给旋转180度，后脑勺冲前。好，来看下边腿部的变形。先把中间裆部紫色的这个盖子翻开，哎，铭文，顺便我们来看一下啊，越南产的，那怪不得了。捧你两句，还真把自己当大师了。我告诉你，你他妈就是个耍猴的，就是个耍猴的，耍猴的，耍猴的。好，这个时候把这两片装甲左右掰开，脚腕稍微的往前折叠一点点，后边的履带给它打开一个90度。张开空间以后，再把脚踝折叠回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脚丫子底部是一个空的方框的原因啊。因为履带这一节要穿过去，而且中间这里有一个卡扣，所以呢，也是为了避让这一块的环节吧。倒是脚底下这个圈我并不是特别反感。接着顺着膝盖旋转180度过来，紫色和这一块盖子上边有两个插扣，把这里对合插上。算是起到了一段的固定锁定。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关节把杆子翻平，在这个位置中间已经有了一个扣子，上方这里的两个扣子再和这块板子的两个锁点结合，相当于把这两个板子夹在了中间，锁定就更稳定了。这个就很好啊。我们掏出它的武器，这根臂炮向上翘一下，然后 Z 字折叠把它脱开，哎，变成了一根更长的大炮管子。这个扣子呢往后折90度。其实这一步的结构意义不是很大，你就算不这么折的话也没问题。折到后面去，它里边还会露出来一个插口，并且左右这里还有插。
还有这个地方还有 T 字，可以当一个滑槽。所以我猜测啊，再加上前方这些地方的组合方式，老嘚儿系列里边带着的这些武器，将来以后会不会组合一下，合体成一个其他什么更大的武器，给哪个合体金刚去用，这个也说不好啊。然后呢，这根肩炮我们把后边的扣子撸直，顺着前方的眼儿怼进去。当然，小臂这个地方我们还是需要旋转180度，让这一块冲下。把这个炮管夹在中间，和上方炮管这里的结合只有这一个左右的插点啊，所以呢，其实这块不是特别的稳定，靠轴的支撑力度放在这里吧，倒是也可以把炮管从中间这里抬起来，哎，左右还可以旋转炮台，也不会影响到。但是你看扭的过程中这一块就很容易错位了，其实前方这里再加一个扣子，我觉得效果会更好。然后还有顶部的一个小细节。把这一块旋转翻上来，另外的一块旋转到侧面来，其实还是挺简单的一个过程啊，还算是比较流畅，而且一些卡点变形到位了，它就等在那里边。在结构上面并没有照搬之前的围城坦克围或者说遗产的牛头围，而是全新设计的一种坦克变形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一款的设计会比前两个的坦克处理的会更加的漂亮一些，而且结构也更加的合理一些。履带下方这里有辅助轮，所以这款坦克变形完成是可以推车滚动的。武器的收纳方式依旧是在坦克侧面这里挂着两个扣子进行连接，算是有一个收纳的地方。不过海之宝很喜欢把玩具都挂在载具形态的外面，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些累赘。特效件也可以在坦克形态下进行搭载，我们把这两个插这儿，然后这两个火苗子呢，随便找俩窟窿插吧，都行。你也可以给这儿插一个，有一种战场上被击中了的感觉。那整体来说吧，我觉得设计方面做的还是挺良心的，而且在整个的人形以及坦克形态下，包覆的完整度其实都还不错。做工用料这个东西就别太在意了，反正是越南产的，尤其是如今的海之宝的玩具。之前我记得 CEO 采访的时候说过，他们将来会把成本偷在玩家看不到的地方，可能是在一些细小的地方偷胶了，又或者说是像这款一样，明面上的偷胶没有，但是我感觉料子的密度变小了，所以才会出现那种撕裂、白痕、断裂啊。反正不知道，反正没问题啊。这种事情小声嘟囔嘟囔就可以了，反正我大官方的玩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倒是我个人的感觉啊，这款震天尊抛开做工、用料、材质的这些问题不谈，光从设计和美型方面来说，这款模具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精品了。而且我甚至可以把它放在跟遗产的塔恩同一个梯队，都是官方在非 MP 线里边做的相当高的精品。330块的预定价格，其实对于如今海之宝的这种 L 级产品的售价来说，并不算很离谱。这款的设计确实很棒，考虑到倒爷们肯定也会将这款作为一个炒作的对象，所以最后这款的价格会呈现一个怎样的事态，我并不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啊。但归根结底的评价，好设计确实是好设计，设计师用了心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奈何他的东家是海之宝啊。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